这还是我吗？这个妆是不是有点太浓了？不会的。哎，你男朋友长得好帅啊！你们吵架了？哦，我们。谢小姐，要不您给您男朋友带，谢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欢迎收看互联网大型直播真人秀节目《恋爱 ING》。感谢大家放下胜者农药，放下八卦诗，和我们一起来感受恋爱的气息。全网恋爱季就在恋爱 ING。我们的目标是银河系不缺钙，全宇宙不缺爱。首先，让我们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今天的身高差情侣叶舒薇、贝尔多，请看大屏幕。叶舒薇，27岁，1.87米，高大英俊，意大利留学归国的小提琴制作师，独自创办了一家小提琴工坊，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高端小提琴制作工坊之一。贝尔多，23岁，1.52米，身材娇小，清纯甜美，经常模仿卡通人物说话，练就百变声线，立志从事动画配音行业，成为一名优秀的配音演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身高差情侣叶舒薇、贝尔多，掌声有请。欢迎两位。好，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贝尔多小姐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两个相识的经历呀？我们快，抓紧时间好好背一背跟你搭档男嘉宾的资料。你们俩要尽快熟悉对方，以免在直播的时候穿帮。背台词嘛，我在行。叶舒薇，27岁，出身音乐世家。你们男嘉宾质量还不错。叶大神到了，我赶紧熟悉熟悉。你就是叶舒薇？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。看得出来贝尔多小姐啊还是有点紧张。那初次相识，你对叶舒薇有什么样的印象呢？耳朵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我拒绝跟他合作。哎，耳朵，别，你想想钱。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钱能牺牲尊严的人吗？就是挺好的呀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只是挺好的吗？那这样吧，我换一个问法，你们两个人第一次相识是什么时候呢？就2天前呗。
完了完了，我怎么把实情给说出来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是说2天前吗？我想我们还是改行吧。我看行，我这个年龄也该嫁人了。我们耳朵今天有一点紧张。事实上，在2天前，我们交往刚好满半年，所以算起来是半年又2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吓了我一跳。叶大神呐！那刚才通过视频呢？快看数据！我还以为要有先扯撕裂呢，谁想出这么大一个狗粮？这反应速度，不愧是我的叶大神。那叶舒薇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面前的爱人说呢？有。向我道歉。这又是闹哪出啊？道什么歉啊？你这个小傻瓜。让我等了这么久，才遇见你，难道你不该道歉吗？我们的叶舒薇看起来是如此的高冷哈，没想到说起情话来呢是如此的酥。相信现在场下的观众已经对这对情侣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。好，谢谢2位，请稍事休息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 VCR 对我们体重差情侣做一个初步的了解，请看大屏幕。速效救心丸，要不要给你来2粒啊？好啊。有事吗？叶舒薇，你凭什么让我给你道歉啊？嘿，乐天啊，没想到贝尔多深藏不露啊，还带那个什么男朋友上节目秀恩爱呢。你没看到吗？走啊！哎，等等，哈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服了。哎，给钱呀！哎，给，你装，给，这是不是你家贝尔多啊？啊，我家贝尔上电视了啊，是吧？我看看，贝尔多吗？他不是幼儿园的老师。这看也不像有钱人啊。哎呦，制琴师是什么呀？木匠啊！2位疯了，都疯了！你们俩现在太火了，知道吗？这个节目收视率都上天了。哎，赶紧把这合同签了，签完你们就是大明星了。叫他继续跟我演假情侣，他愿意吗？叶大神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耳朵他现在要去日本留学，他现在急需要钱。你们把这期节目做了，然后我们就双赢，好不好？来，耳朵来。我不签。不是叶大神，你打赌不是输了吗？是，
我们是要求二位就是做一期就完了，但是这不平台认可二位了吗？有人需要向我道歉。你，我为什么要向你道歉啊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我这人不爱废话。哎，耳朵，你别着急，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在公众面前对不起我，就要在公众面前向我道歉。那个，你好，今天是挑选配音演员，所以采用这一种方式面试。啊，好。开始自我介绍吧。老师们好，我是34号贝尔多，是一个资深的动漫迷，现在正在准备日本声优学校的考试。好了，开始吧。从前，在一个大森林里，有一个蓝精灵村落。在这个村落里的蘑菇屋里，住着许多开心的蓝精灵们。他们是一群勇敢互助、团结合作的集体。他们是一群自由自在、聪明伶俐的小精灵。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，我今年543岁了。这整个村里都由我来管。大家好，我是蓝妹妹。你们看我漂亮吗？我是格格巫，我法力无边。蓝妹妹是我创造的。你们别上格格巫的当，我早就变成好孩子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劳动了，劳动才是最光荣的。好了。很好，谢谢老师。是啊，就算我配音差也没事儿，都是自己人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那些面试的人可真傻，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高兴的，反正也轮不到他们。哼。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帮我们面试。您客气了。个人拙见，这34号贝尔多，挺不错的。这个，刚才最后这个姑娘是我们老总的侄女，老总的面子不能不给啊。既然如此，今天为什么还找我来？小叶，你的声誉对公司的形象是有好处的。这边可以结束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谢谢大家，这边请。这边请。我是34号贝尔多。我觉得您是否应该公布一下面试成绩啊，让我们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。非常抱歉，这位面试者，现在面试已经结束了。还有一个我们感谢你能来参与。没有定人啊，过2天大家都散了吧，这边请。绝对没问题。瑞瑞。什么瑞瑞？女配角的名字叫瑞瑞。你可不要惹我，我可不是普通人。你普通话都说不好，当然不是什么普通人。你信不信啊？我让公司封杀你啊！你赶紧来封杀我！这种公司请我来我都不会来的。这位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就是嫉妒我被选中了，在这诬陷我，真是丑人多作怪。丑人多作怪。哎，我说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，我们就叫保安了。就让一让。你就是那个面试官吧？我记得你的声音。34号吧，我也记得你的声音。我说你啊，声音也挺好听的，长得吧也像个好人，但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耻的事情呢？我做了什么？我们这些人
每天这么努力的学习这些配音技巧，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。你们要走后门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们根本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那为什么要做这种面试的表演呢？啊？喂，小个子，别在这无中生有。就因为你们这种关系就可以这么有恃无恐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没有事。我是要记住你，以后有你的地方我坚决不去面试。有志气。你叫什么？贝尔多。来啊，封杀我呀！你回到配音间，在当事者面前向我道歉，恢复我名誉。想得美！主要是小叶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个人有句话想对你们说。我是来当众向叶舒威先生道歉的。叶舒威先生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特别不公平、特别不公正的面试官，利用自己与某一个面试者的不正当关系，以权谋私，让其他面试者珍惜这次机会的面试者，认真准备这次机会的面试者，受到了极大不公平的待遇，浪费了时间来陪一个用人为亲的人演了一出大戏。因此，我觉得你是一个自私自利、特别没有原则、不辨是非、虚伪霸道的人。我的道歉结束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我还有几点要求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要求？好啊，列个你记。好。第一，除了录制节目以外，我们不参与对方的私生活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集。第二，在节目录制期间内，管理好自己的形象以及言行，不要做无脑的事情。自己没形象不要紧，不要让大家以为我没品味。叶先生，你才应该注重好自己的形象。好，既然提到要求了，那我这里有几点要求，希望二位能够做到。其一，这份保密协议是一定要签的；其次，我希望双方能在做事情的方面有一点起码的情侣的样子。最后，节目录制期间，双方禁止交男女朋友，叫他管好自己就好。我会管好自己的，因为我才不会。不会什么呀？双方都是公众情侣，要是传出那个劈腿丑闻这样的事情就不好了，是吧？要是有人劈腿，就得需要跟另外一方道歉，当众道歉，还另外一方的清白。好。别动！哎，老鹰，不要乱动。
好，双方此刻就是恋人了啊！上一期节目效果非常棒，我希望下一期节目效果也会非常棒。我不会做节目任何的效果保证，合同上没有要求这一点。这样吧，二位互相把微博关注一下吧，这样发一发日常的动态。毕竟现在的网友都跟侦探一样，如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……我没有微博。耳朵呢？这个任务交给你吧，微博你来发好吗？对，你们俩互相加个微信吧。我也没有微信。儿子，我回头把微信退给你。既然现在你们二位已经签了合同，我需要拿出专业的工作态度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每周排练一次，这样既不需要多花你们的私人空间，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更加自如。意下如何？1小时，不能再多了。我只提供我的时间，其他的一概不负责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非常感谢叶大神奉献自己宝贵的时间啊！我晚上请各位吃饭。不必了。还有事吗？你一会儿去哪儿？要不送送耳朵？不顺路。我有小黄车，哼！你从哪儿找来这么臭屁的人？你告诉我啊，怎么回事？还那么欺负耳朵，我真要被你气死了！这能怪我吗？真的是，我怎么知道会出什么事儿？这叶老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不解释，性冷淡，爱记仇。你让他去参加你的真人秀节目，没搞错吧？那他帮人家面试去了？那是叶老师父亲的朋友辗转求过来的，你这事儿啊，肯定没戏。叶大神，别这么叫我。何阳，有夹舌头的功夫，怎么不干点正事？钱都送出去了吗？啊，我现在就去。低碳环保，走路去。老大，内地离这5公里呢，我有问题吗？没事儿，正好锻炼啊。舅舅，栗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耳朵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样拉一下，它能长个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不是这样操作的吧，我根本就没法动了。哦，好。耳朵啊，你说我平常对你好吗？好啊，但好你也不能乱来呀。那你想不想攒钱去日本啊？我还是要靠我自己努力的。耳朵，你要救我啊！到底什么事，请你说嘛。舅舅，我今天可是把合同都签了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违约了，违约金好几千万呢。申请破产吗？不是，那怎么行啊？我得为合伙人负责吧，我得为员工负责吧。再说了，这个节目真的是非你不可，不然我上哪儿找像你这样高大英俊、才华横溢的男嘉宾啊？是不是？今儿不答应我，我就在你工作室住下了。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不行，我怎么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一个陌生男人谈恋爱？耳朵，江湖救急啊，姐姐！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这个节目就没了呀。那我这1年的心血都泡汤了。你不愿意看到我这样的，对不对？
可你这是把我卖给别人当女朋友啊？这怎么能是卖呢？你不是说声优也是演员吗？那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演员，然后去跟另外一个男演员来演一档节目。耳朵，你想想啊，如果说你打工攒钱去日本，那至少得需要2年。可是如果你参加这档节目，可能也就需要1期的时间，你就能少奋斗半年。那你去日本留学的梦想就能提前半年实现啊！可是我还没谈过恋爱呢，我妈要是知道了……哎呀，你怎么又上来了呀？耳朵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不会吃亏的。对方是一个超级大帅哥，你就假戏真做，没准等节目录完了，你们也生米煮成熟饭了。这是一件九雕灭族的好事啊！真的。我考虑一下。哎呀，你考虑什么呀？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你就别下来了。我答应，上去。你早点答应我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舅舅啊，我妈去的早啊。好了，这样吧，柜子上有一张 CD， 如果你能听得出2段音乐有什么不一样的话，我就去。不是，这不要就算了。我要，我当然要。不过你给我1天时间，12小时。你那个叶大神怕是有病吧？哎，耳朵刚好不容易答应我，你这儿可别给我翻船啊！他答应了就不会变卦，但问题是，他现在给我那张盘，我谁都听不出来，我该找的人我都找了。盘呢？耳朵，你出来一下。怎么样？听出什么吗？就2段旋律有点不一样啊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具体说一下。稍等我一下，我记一下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我听出来了。第1段4重奏，第2小节第1个音，小提琴升了半个音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时候应该来点气氛啊！胡扯，不可能是你听出来的。怎么不可能是我听出来的？为了这个东西，我整整听了1晚上。你看我这黑眼圈，真的是，我把2段音乐的波形拉出来，一帧一帧的对比了，又问了度娘跟谷歌，反正得出结论，你说对不对吧？小舅舅，我是不是赢了？愿赌服输。